啊，想当娘娘还是想干什么？想推翻这个王朝。哎，姑娘，想当娘娘还是想干什么？想推翻这个王朝。哎，好看，姑娘想当娘娘。这是在陕西西安的一个舞台演出中，台上扮演武则天的演员情绪激昂地喊出了一句：“我想推翻这个王朝。”从旁边太监的反应来看，这似乎不是预先设定的台词。评论区里网友纷纷力挺。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从西安的这个小插曲开始，聊聊最近体制内传出的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讨论。有人说，习近平要把天安门的毛泽东像换成自己的。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线拉回一点，聊一个刚刚爆出但绝对能引发大地震的旧案新进展。参与抢救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上海医生，据说已经成功出逃西方。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请先点个赞和订阅，我们这就开始。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宁宁。我们先回到西安的那个舞台。当武则天喊出"我想推翻这个王朝"时，评论区里的网友纷纷表示，都想到一起了，这个我赞成，我也是这么想，咋把真心话说出来了，期待你的成功。为什么会这样？说实话，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一种典型的借古讽今。在一个言论受到严格管控的环境里，你不能直接表达对当下经济的不满，不能抱怨找不到工作，不能吐槽高昂的房价和沉重的房贷。你甚至在网上发一句牢骚，都可能面临被封号的风险。但是人的情绪是需要出口的。演员借着扮演的角色，即兴发挥喊出了一句想推翻这个王朝，而网民们也借机起哄，它就像一个完美的泄压阀，发泄着对现实的无力感。这几年中国社会的压力有多大，大家有目共睹。经济疲弱不振，许多曾经辉煌的行业都在面临寒冬。年轻人自嘲是四不青年，不恋爱，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娃。在这种背景下，大家看到一个强势的历史人物想要打破旧秩序，心里那种渴望改变、渴望打破现状的火苗就被点燃了。这句台词，与其说是武则天的野心，不如说是台下无数普通人对现状的无声抗议。大家太累了，太想看到一点实实在在的改变了。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看某部电影或话剧时，突然觉得里面的台词简直就是在说今天的事。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你的经历。西安舞台上的一句想推翻这个王朝引发网民共鸣，而在北京的体制内，却在悄悄流传着一个更具颠覆性的话题。上海企业家胡立人最近爆料，体制内人士在私下讨论，习近平似乎有意将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摘下来，换成自己的画像。有北京的官员提出，有可能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习近平会安排手下人提出相关议案，称目前整个中国的政治情况、政治氛围已经不适合再用毛思想，毛思想已经落后了，习思想现在是最伟大、最先进的，是引导全人类的思想。一旦天安门城楼的毛像换成习像，那么对面的毛的纪念堂可能也要把它弄掉，变成其他的公用，比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馆等等。听到这个消息，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确实，天安门城楼上的那幅画像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是中共政权的终极图腾。现在大家看到的那幅画像是从1967年开始悬挂的版本，高6米，宽4.6米，加上画框总重量达到1.5吨。每年11前夕都会有一套严格的流程把它换新。自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这幅画像就成了一个不可触碰的政治符号。那么，为什么现在会传出要换成习近平画像的讨论呢？我们先不去管这个传闻是不是很快就会发生，我们来看看这个传闻背后的逻辑。正如近年来各界所观察到的，中共高层的权力集中程度已经达到了几十年来的顶点。从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到将习思想写入党章，塞入校园，个人崇拜的气氛已经非常浓烈。在这种氛围下，体制内的人感到害怕是正常的。有人说，如果哪天他真的膨胀到把天安门的画像换成自己的，那就是一个彻底的转折点。
这意味着集体领导制的最后一丝痕迹被抹去，完全退回到一个人说了算的时代。传闻的出现，反映的是体制内官员的极度焦虑，他们比普通老百姓更清楚权力运作的真实情况。他们担心，当一个人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时，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狐狸人近日还爆出了另一个极具爆炸性的消息，一名曾参与抢救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上海曙光医院医生已经成功逃离中国，抵达西方国家。据说，这位医生手里掌握着重磅的秘密，极有可能成为揭开李克强离奇去世真相的关键。狐狸人表示，他已经和这位成功外逃的医生取得了联系，他将会逐步的公开这位医生所带出来的相关材料。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李克强离世的官方说法。官方称，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游泳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死亡，死因是急性心源性猝死。但老百姓心里是有很多质疑的，为何他被送往2流的中医院而非1流的西医院？为何没有依程序叫唤直升机，而是在当场急救无效后才用传统救护车送往医院？为何凤凰网、新京报、北京青年报等多家中国媒体早于官方提前预告？有大量医学背景的网友还指出，面对这种级别的领导人，为什么没有及时有效地使用体外膜肺氧和 ECMO 设备？根据狐狸人此前引述这名出逃医生的说法，李克强被送到曙光医院急诊中心时，其实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心跳和呼吸完全停止。这跟官方说的全力抢救在时间线上有很大的出入。狐狸人还联系了专业医学人士进行推理，他们认为导致这种急性心源性猝死的情况大体有2种可能。第一种是使用了某种隐蔽性极高的药物，能在特定剂量下迅速引发致命的心律失常。第二种可能听起来更让人不寒而栗，就是水中电击。专家分析，在游泳池这样导电性极强的环境里，只需要50毫安的极小电流就足以引发心室颤动，导致死亡，而且尸体表面不会留下明显的烧伤痕迹。再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习近平和李克强多年不和，李克强的安保工作是由中央警卫局直接负责的，而大家都知道，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的掌控者是习近平的心腹蔡奇。这也是为什么外界对李克强死因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目前我们无法独立核实这位医生是否真的已经出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大家都愿意相信这背后有黑幕？因为李克强代表了很多人心中最后一丝务实和理性的希望。他会说出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1000元人民币这样的大实话。他会在大家都在喊口号的时候关注地摊经济。他的突然离世让很多中国人感到绝望，大家在心里默默地对官方的结论说了一个不字。就算到了2026年，只要真相没有大白，这种猜测就不会停止。如果这位出逃的医生未来真的公布了确凿的证据，那将对现有政权的合法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把今天聊的3件事放在一起看。西安舞台上，民众为推翻王朝的台词欢呼；北京体制内，官员们私下担忧天安门城楼换上习近平的画像；海外舆论中，大家密切关注着李克强死因的最新爆料。这3件事看似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但他们其实指向了同一个核心：人心。从习近平上台到现在，这10几年间，我们见证了太多事情的变化。老百姓在生活中感到了沉重的压迫感，所以他们在历史剧中寻找发泄的出口；体制内的官员感到了权力不受制约的恐惧，所以他们在讨论中表达着焦虑；而全社会对李克强离奇死亡的质疑，则反映了大家对当下政治环境的极度不信任。一个健康的社会是不需要靠历史剧的台词来宣泄情绪的。目前的中国就像是一座表面平静的火山，高压统治和言论审查就像是厚厚的岩石，把所有的不满和愤怒都压在下面。你看不到火光，听不到爆炸声，但你能感觉到地下的岩浆在涌动。压力总是要寻找出口的，靠恐惧和谎言维持的平静是不可能长久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聊了西安的舞台剧，聊了天安门的画像传闻，也聊了李克强事件的最新进展。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那位医生真的能把证据带出来吗？
你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是悲观还是抱有希望？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分享给更多的人看到。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别忘了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